我要带你去一座只能搭船才能到的小岛——牛岛。岛上交通超不方便的，我租了电动自行车，还骑到差点迷路。接着我吃到人生最便宜的鲍鱼套餐，一个人竟然不到400块台币。老板，你这样有赚到钱吗？体验了济州特产的花生冰淇淋，再去全亚洲最大的水族馆，让你一秒仿佛置身海底世界，近距离看到巨无霸红鱼，还有凶狠的章鱼哥。最后来到传统家庭料理店，吃了超补的人参鸡。济州东线，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我在济州岛的第2天。那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热。我们今天主要行程呢，就是要去牛岛。那去牛岛那边的话，就是要坐船去。我们现在事不宜迟，赶快出发吧 ！Go go！ 我现在已经搭上了他们的 Uber， 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用打车的方式直接过去，车程大概1个多小时。因为他们这边坐公车到那边好像还要历经很多的转车，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决定直接坐 Uber。那我们1个小时后见喽。前方就是我们渡船码头的售票处啦。进去之后，他要先登记身份讯息，之后我们才可以到这个蓝色的售票处进行买票。在这边买好票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回程的船班也给记好，不然我们就要滞留在小岛内喽。买好票之后，我们就到它旁边有一些周边的小商品店可以看。那因为济州它是特产橘子还有黑猪肉，所以它这边有超级多橘子系列的东西。结果我朋友还买了一整套的橘子睡衣，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个是最具济州岛文化象征之一的石头爷爷，它有守护辟邪、智慧与长寿象征的代表意义哦。但毕竟我们是在它的纪念品店，所以你有发现石头爷爷上面都有拿着柑橘，还有他们最有名的烧酒吗？我原本是想要直接买这个有烧酒又有柑橘的，但是因为预算考量，我最后选择了只有单拿柑橘的石头爷爷。买完纪念品之后，我们就跑到隔壁的便利商店充充饥。不过便利商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可以自己 DIY 属于自己的咖啡，像我就拿了一包美式咖啡，然后我就是再去冰柜里面拿一个冰杯，把美式咖啡倒进去，我们的咖啡就完成啦。当然，也有人会选择拿香蕉牛奶、草莓牛奶加进去，就是别的风味咖啡喽。都是香肠，很普通。我刚以为我是拿了无糖的咖啡，结果超甜的，所以我赶快手刀跑到隔壁买了一杯架杠的美式咖啡。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到码头准备上船啦。各位观众，请望向右边。没错，我们现在准备就要迈向伟大的航道啦。那边发现他们有一个室内的船舱，有看过《失速列车》的人应该晓得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吧？不觉得这边长得超像里面会有一大堆丧尸的地方吗？这艘船总共有3层，然后我们就到了最上层甲板的地方，这边可以看到整个风景。大船出港啦，我们要迈向那座红红的小灯塔。国外的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我不知道，但是它的灯塔长得真的也太好看了吧！外面真的太曝晒了，来船舱内休息一下，我们快到喽。下船后，你各位前方看到所有店家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做电动自行车的。经过了一番挑选之后，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阿朱玛，他就直接带我们去他的店里面挑电动自行车了。其实我们原本预期的是像左边这种有棚子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说像右边这种直接是小车子形式的电动车。자, 3번, 네? 3번. 저기.
可是它指的方向，我们心都凉了，因为它指的是最简单的自行车。原来是因为在这边租车的话，一定要有国际驾照，不然是不能租有棚子的或者是汽车型的电动车哦。我家在它这个是电动车，是可以调档速的。你看看我的装备，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有棚子的车了。因为济州岛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这个天空晴空万里的，上面只挂了几片白云，就知道紫外线是活生生的直接打在我们的脸上。捏一下我的腿，骑不到几分钟，开始在红彤彤喽。不过沿岸风光也别有一番风味，竟然有绣球花耶！两侧种植的颜色不太一样，不过真的太热，所以它们其实大部分好像开始进入凋谢的时候了。因为济州岛是火山岛，所以我大胆猜测，左边的就是玄武岩石，它们一颗颗直立在那边，不知道是人为还是天然形成的呢？有车子哦！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前骑，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里好像北海岸啊。差别应该就在于这边的空气真的还蛮清新干净的。我们大概骑了将近15到20分钟，为的就是要去吃我们心心念念的鲍鱼餐厅喽。更立即在前方喽。这间餐厅是一个360度环海餐厅，我们一入座之后就直接来一瓶花生口味的玛格丽特酒。是美景配酒，我就问绝不绝？相信你们一定很多人有疑问，虾米花生口味的酒真的能喝吗？老实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英国的玛格丽特酒就是米酒，所以它其实很容易会有沉淀物，在喝之前要先把它摇匀。应该倒酒的吗？喝酒的杯子也超有趣的，这个大小一度让我以为它是碗。整体的感觉就是浓浓的花生味，然后我尝不太出来有酒精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点了一份综合大满贯的鲍鱼套餐。那个小菜实在是超狂的，竟然是济州黑猪肉，还有酱蟹耶！大家知道韩国人的快乐是什么吗？就是一口肉，一口 kimchi， 万用百搭王 kimchi 加肉。食物的好吃程度真的会升华到另外一个维度耶！济州岛黑猪很好吃啊，它的猪好像跟别人猪不一样，更没有电子骚味的。接着他帮我们上了第一道奶油烤鲍鱼，虽然小小的，但每颗看起来都很饱满。好吃哦！我对于它的内脏是很直播不吃的，但它真的超难用下来。我跟你讲，我们1人2颗真的不够，因为真的太好吃了。你们猜猜这一道是什么？它竟然是用生菜还有冷酱拌在一起的凉拌鲍鱼耶！那隔壁这道是我们此行的重点——鲍鱼粥。你看它炖到浓浓稠稠的，它一定吸满了鲍鱼的精华。再来下一道就是鲍鱼饭，它就是鲍鱼切片之后拌上一些海苔呀，还有芝麻油。好吃哦，鲍鱼都好香哦，芝麻味好重。它的粥炖煮程度大概就像是芝麻糊或者是燕麦粥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已经尝不出米粒。有人懂我一口海鲜配一口玛格丽特酒的感受啊！太爽了！再来试试我们的鲍鱼饭喽。因为前面几道真的是太好吃了，所以相对于这一道，它显得就比较朴素一点。毕竟它是只有跟芝麻油、麻油啊，还有海苔拌在一起，相较于味道比较简单。在美酒美景的香氛之下，我们吃完饭之后就立刻到岛上晃一晃啦。其实我们就也是沿着餐厅继续往前骑，然后就又看到了这个类似北海岸的景色 again。但其实往左边一看，旁边有鲜艳的小矮房，在这边拍照超出片的。看完风景之后，我们回到码头，买了当地最有名的花生冰淇淋。结果这家不小心踩到雷了，它吃起来就很像阿北卖的那种拔布的冰淇淋，然后上面撒了花生碎而已。
接着我们就即刻出发，回到船上，然后前往水族馆吧。前方就是济州水族馆啦，它不仅是韩国最大的水族馆，更是亚洲最大的水族馆呢。这次我们选择是在客路上买票，有了这个票，我们就可以靠 QR code 直接入场喽。来济州水族馆，我最期待的就是看到这个巨型红鱼，身体超巨大，可是脸又呆萌呆萌的，可是他们的明星鱼类呢？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吧。不得不说，这边真的超适合亲子共游的，小朋友都看起来超开心。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很像蓝色海底世界的地方，每一缸的水族馆里面都养了不同种类的金鱼，这些金鱼都是我在平常水族馆看不到的品种。不得不说，韩国人在审美点上确实是挺高的，他们真的很擅长把室内造景布置得很有氛围耶。多利，你在那里啊？接着我们就走到热带鱼区啦。大家有看到水缸中熟悉的身影吗？没错，就是我影片前面介绍的石头爷爷啦。尼莫，你为什么跟多利关在不同的箱子里？没想到这边还有水獭耶，我也是被他们的叫声吸引过来的。他就卡住了、啊，危险的，他没办法转弯，所以没快。往前走竟然还有企鹅，结果它还可以钻进管子里面近距离看它们耶。这位小姐姐，虽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鱼插在土里面，不过我很确定它应该不是蛆哦。猜猜看，鱼在哪里？为什么很像干掉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粉红色的龙虾耶，长得也太高级了吧！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次完全没有看到在石头里面黄色的那些鳗鱼，我只有看到左下角那只嘴巴长很大的那一只。看过了前面那些古怪的鱼种之后，现在看这只巨型的大鱼，反而觉得它怪可爱的。往前看，水缸里面跟它养在一起的有一只3米长的古代的某一种鱼种，它的头长得超像鳄鱼的，可是身体又长得很像银龙鱼。这边的鲨鱼长得也很漂亮，而且它是沿着缸一直在游诶。我觉得这一只海龟超可怜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在这个水缸里面超不快乐的，一直在围绕着水缸里面打转。市区的水族动物好像住的水缸都偏小，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只的章鱼，所以当它把它的触角整个张开来的时候，我的手机真的完全录不下它整个的样貌。而且老实说，我一直在想着，如果我掉进海里遇到它，我一定会被它勒死，但是忍不住想到那个场景耶。我们经过了一个企鹅隧道，在这边呢，我们往上看，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那个企鹅啊，从这个管道游过去，但现在没有。QQ。下面这个背景墙做的也超漂亮的，有够梦幻。后来我们往前走去看巨无霸红鱼喽。这个海底隧道除了巨无霸红鱼、鲨鱼，还有很多鱼群在里面呢。我们耐心等待，有一只要过来喽。缸是我这个水族馆里面第3喜欢的地方，它整个也太壮观了吧！但是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害怕哦。我第2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水母墙啦，它会一直不停变化颜色，超漂亮的。接着进入我最爱的主水槽——济州之海，它长23米，高8.5，那个超巨型的景观水槽。为的就是可以完整重现济州之海的海洋生态。他们这边也有不定时的表演，像是海女下潜等等，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去参观喽。对，你没看错，
外面那只鱼的登出状态已经超过30分钟了，我也觉得很怪。离开前，我们看到这只举动不明所谓的小海豹，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意思。而且我觉得它脸长得也太像河马了吧。因为时间也将近6点了，回到市区还有1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准备出发前往市区喽。由于想要吃一些在地料理，所以我们随机走进去了一家韩国的传统料理店。因为常看韩剧的关系，所以我一直很想要点一个传统的蛋卷，看起来就很好吃啊。他还附赠给我们2个蘸酱，一个是番茄酱，然后另外一个是芥末酱。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蛋卷吃起来的口感，因为它真的厚厚松松扎实的感觉。我期待的口感是那种很有蛋香味十足的蛋卷，但实际上就是很普通堆叠在一起的蛋卷，它的美味需要靠酱料去衬托。那我觉得芥末酱比较好吃一点。来韩国怎么能不吃鸡骨汤呢？如果硬要说来韩国吃鸡骨汤，就相当等于来台湾喝药膳排骨了啦。所以来韩国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项就是人参鸡，它跟在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拿一只鸡进去炖耶，台湾都只会有半只鸡而已。首先关于人参鸡，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香醇，满一锅你都可以闻到它的中药材的味道，而且它的人参不像是台湾那种是苦的，是一种回甘的清香，整体来说真的是非常好吃。在这边必须入境水厨一下，韩国人喜欢把饭拌在汤里面，这样拌一拌会更香吗？不然懂那种在很烫的时候吃一口汤饭那种幸福感了。就是又烫又停不下来的那种。接下来试试看他们的排骨，他们的排骨就跟我们的药膳排骨一样，看起来很大块，但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肉，就是给你称着吃的。他们的鸡骨汤里面都有加大豆那类的食材去发酵，让它整个散发出来一个很自然的豆香，但是又有浓郁的感觉。这种味道真的超难形容的，我觉得你们下次自己一定要来试试看看。另外，我发现韩国跟日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食物上非常少有青菜作为配菜出现。你看这一整锅满满的鸡骨汤里面只有几朵金针菇，大葱应该是他们最常出现的配菜了。不过我本身超爱韩式料理，所以我还是给它很高的分数。最后这个不会说英文的阿朱玛，他招待了我们韩国的甜米露，是用白米发酵而成的饮品，很像在吃台湾的酒酿。今天济州东线的行程在这边甜甜的收尾啦，我们下期见，拜拜。